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31岁白鹿再破天花板，这一次她令整个娱乐圈静默了。31岁白鹿再攀高峰，她如何让娱乐圈为之一振？娱乐圈里谁能在31岁就掀起一阵静默风暴，让同行和观众都瞪大眼、屏住气？答案是白鹿。2025年，她携新剧《临江仙》强势归来，开播就横扫热榜，热度飙破9000，把《藏海传》都甩在身后。这姐们不光靠演技圈粉，还用拼劲、亲和力和社会责任感，硬生生让整个娱乐圈安静下来，齐刷刷看她表演。白鹿到底咋做到的？咱今天就来扒一扒这位31岁女星如何一次次蹦上天花板，刷新娱乐圈的震撼值。白鹿在片场简直就是拼命三娘本尊。2025年《临江仙》在横店影视城开拍，她每天泡在片场，武打戏、情感戏轮番上阵，常常一干就是15个钟头以上。剧组工作人员都看呆了。有次拍高空威亚戏，白鹿脚踝不小心扭伤，疼得直冒汗，可她愣是咬牙把戏拍完，没喊一声累。导演于正也忍不住点赞，说她对花如月和李清月这2个角色的琢磨，细到连一个眼神都不放过。我觉着白鹿这股子拼劲真不是盖的。娱乐圈光鲜亮丽，可背后全是汗水和坚持。她这种敬业态度，既撑起了《临江仙》的品质，也让同行们暗暗佩服，纷纷感叹，这才是演员该有的样子。白鹿不光戏演得好，在社交媒体上更是玩得转。《临江仙》还没开播，她就在微博和抖音甩出片场花絮，穿着李清月的红色婚服，顶着那果盘式的头饰，自嘲仙女变毒蘑菇，逗得粉丝哈哈大笑，视频转发量眨眼破100万。开播当天，微博话题白鹿《临江仙》热度像火箭般蹿升，阅读量直冲5亿。她还常跟粉丝聊造型，笑说鲶鱼须是仙气标配，亲和力拉满，粉丝直呼太接地气了。新榜数据亮眼，2025年上半年，白鹿的社交媒体活跃度稳居女演员前5，每条剧宣帖平均互动量超50万。我看白鹿这招自黑加互动真是如鱼得水，既炒热了《临江仙》，也让娱乐圈见识了她的流量号召力，厉害的没话说。别以为白鹿只会仙侠剧，她还敢跳出框框试新路。2024年底，她在上海拍了部都市情感剧《时光之城》，化身职场女性林若曦，剪了短发，演绎30岁女性的拼搏和情感波折。片花一出，2025年爱奇艺招商会上就炸了锅，业内人士直夸她台词稳，情感真，把林若曦的坚韧和柔软拿捏得死死的。导演张黎也点头称赞，觉得她对角色的理解深得不得了。我认为白鹿这部跨界真有胆量，仙侠剧让她名气大涨，但现代剧更考验生活化的演技。她不满足于当古装女神，敢闯新领域，这种勇气和实力，难怪让娱乐圈瞅着她直犯嘀咕，这姑娘下一步还能干啥？白鹿不光会演戏，还心系公益，暖得像个小太阳。2025年5月，她在临江仙拍戏的空档，跑到浙江金华山区，参加于正搞的仙侠助力乡村活动，捐了50万元的书本和学习设备给留守儿童。她还穿着李清月的戏服，顶着果盘头饰，跟孩子们聊拍摄笑话，逗得小朋友乐开了花。视频转到 B 站和 X 平台，播放量一下破1000万，网友都为她点赞。公益组织数据挺亮眼，白鹿的加入让活动捐款额涨了30%。我觉着她这波操作真心给力，不仅给临江仙添了正能量光环，还展现了大爱精神。娱乐圈里能把影响力用在正地方的演员不多，
白鹿这点真值得点个赞。临江仙能火，绝不是运气使然。这剧把悬疑、伦理和仙侠搅一块，搞出共生体新花样。男主白九思和女主李清月的假面夫妻戏码，烧脑的让人抓心挠肝。第1集俩人就误吻，第2集直接拜堂，剧情快得飞起。也有观众吐槽，红袍长老满屏跑，女主头饰像果盘，咋看咋像流水线货。行业评论人张小北在《影视圈杂志》里说，临江仙在仙侠剧扎堆的市场，靠悬疑和双线叙事硬闯出一条道。爱奇艺数据也给力，剧集首播72小时，播放量破10亿，创2025年仙侠剧纪录。我看白鹿和于正这回联手，愣是给仙侠剧吹来新风。虽有争议，但这胆大创新着实让娱乐圈眼前一亮。白鹿的故事告诉咱，演员要想混出头，得靠真本事、亲和力和一颗善良心。他的路子值得学，别老待在舒适区，敢尝试新角色，多跟观众互动，还得为社会出点力。31岁的白鹿，用实力和行动让娱乐圈静默注目，他的下个高峰，咱拭目以待。2. 白鹿新剧3天破9500炸了，直播得知消息当场失控，尖叫太萌了，家人们谁懂啊？昨晚刷到白鹿直播得知新剧热度破9500的视频，我直接笑到捶床。当礼花筒砰的炸开时，这姑娘瞪圆眼睛往后蹦的样子，哪像个顶流女星，分明是中了头奖的小迷糊。蓝银色碎钻裙在镜头里晃得人眼晕，她却揪着工作人员袖子连问3遍真的假的，那反应真实的像隔壁班考上重点的同桌，难怪全网都在喊白鹿太可爱了。直播现场，碎钻裙下的真实狂喜。6月8日的直播间简直像个小型庆典现场。白鹿刚唱完《临江仙》插曲，嗓音还带着点奶气尾音，工作人员突然举起平板，露露你看，破9500了。下一秒这姑娘直接原地蹦起来，碎钻裙上的反光片跟着抖成一片银河。最逗的是她蹲在地上扒拉礼花筒里的彩带，嘴里念叨我的检点回去做纪念，完全没注意到镜头对脸时睫毛都在兴奋地颤抖。经纪人在旁边笑到扶额，他昨天还说不敢想破9000，今天直接冲爆9500，这孩子激动的晚饭都没吃。这种反差萌太戳人了。要知道当下流量小花里，敢在直播里素着半张脸笑到露出后槽牙的可不多。当他用南京口音喊出谢谢我的小白鹿们时，满屏弹幕突然从恭喜变成妈粉狂喜，谁能拒绝一个把激动写满全脸的真诚姑娘呢？就连清唱跑调的那句临江仙梦南园都被粉丝做成魔性表情包，说这才是活人该有的反应。临江仙爆火密码，3婚3离的仙侠脑洞。这部让白鹿激动到语无伦次的临江仙确实有点东西。当别家仙侠还在搞3生3世虐恋时，他直接甩出3婚3离的王炸设定。白鹿演的女仙每次大婚都会发现丈夫是仇人，第3世干脆带着前世记忆搞悬疑复仇。首播当晚就有观众在弹幕刷屏，第1集拜堂就先盖头验胎记，这剧情比我追剧速度还野。曾舜晞演的冷面仙君更是贡献了年度反差萌，人前是高冷上神，人后偷偷收集女主3辈子的婚书。两人在诛仙台上对峙那场戏，本该是虐心名场面，结果女主掏出前世和离书拍在他脸上，这是你第2世签的，还按了写手印呢。全网笑到打鸣，仙侠剧还能这么玩，直接冲上热搜。难怪平台数据显示，95后观众占比超68%，谁能拒绝这种反套路的爽剧呢？3. 从模特到顶流，非科班女孩的逆袭路。直播间里那个笑到蹲的白鹿，谁能想到10年前还在南京新街口做平面模特？
非科班出身的他，第一次试镜被导演骂眼神像颗菜，为了练哭戏，在厕所对着镜子掐自己胳膊。最拼的时候连轴转72小时，在招摇片场靠风油精撑着眼皮拍戏。现在翻看他早期微博，还能看到凌晨3点的自拍配文：加油路，明天的太阳是你的。这种拼劲让于正都忍不住夸他眼里有火。从凤求凰分饰两角崭露头角，到周生如故哭戏封神，再到长月烬明挑战疯批神女，他挑剧本的眼光越来越毒。这次临江仙开机前，他特意找了礼仪老师学古代婚俗，连盖头怎么掀都设计了3种方式。工作人员爆料，他包里永远装着剧本，候场时连助理都不敢打扰。4. 当顶流拒绝完美人设，那句爱自己太戳心。直播最后，白鹿突然正经起来，大家别光顾着夸我，多花点时间爱自己。这话让弹幕瞬间安静。要知道娱乐圈最不缺的就是完美女神，但她偏要撕开滤镜露出真实纹路。去年拍《警察荣誉》时，她故意晒黑8度演社区民警，脸上痘印都没遮。这次直播没开瘦脸滤镜，侧脸线条硬朗的像邻家姐姐。这种真实感成了她圈粉的秘密武器。有粉丝在超话晒出对比图，从18线模特到现在，她好像从来没变过，还是那个会在机场帮粉丝捡手机的姑娘。当别的明星忙着力拼命三娘人设时，白鹿早把努力活成了日常。就像她常说的，哪有什么一夜成名，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背台词了。如今临江仙的热度还在疯涨，可比起破9500的数字，我更喜欢直播间里那个手忙脚乱捡彩带的姑娘。她让我们看到，顶流不是活在精修图里的完美符号，而是会为了小目标尖叫，会把激动写在脸上的真实存在。就像剧里那句台词，仙途漫漫，不如做个有血有肉的凡人。或许这才是白鹿最动人的地方，在浮华的娱乐圈里，始终活得像个热气腾腾的人。